轻轻松松的应付6个大块头。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好久没有测试绿联家的产品了啊，这个也是应一些粉丝私信给我的，让我测一下这个产品。他们说的在其他的博主那里看到的都是广告，没有实测的数据，咱们这里讲究的就是实测和实拆，比较实在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也搞了一个回来，绿联的 T6 延长线插板，带20瓦的电源适配器，而且设计有一点特点啊。喜欢我这种硬核测筛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咱们这期视频就是对这一个有特色的一个延长线排插来做一个全面的测试，后续我们会对它进行彻底的拆解。这个盒子是全白色的盒子，上面有排插的渲染图 ，T6 延长线排插，这是型号，绿联的标识，侧面有符合新国标的标识，条码信息、规格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吧。产品的售后服务保障卡，排插装在一个环保的袋子里面，三角插头上面有一个保护套，整个产品就是一个梯形的造型啊。它是做了斜面处理的，这样的好处的话，咱们的充电器啊什么的插在上面，它不会打架。后面给大家展示一下绿联的标识，2500瓦的标识，还有一个通电指示灯。顶部这里还有一个亮面的黑色塑料条作为一个点缀，这样看起来这个排插更加有质感。这个 AC 插座的孔位是5孔的，一共有6组。侧面是 T6 的标识，20瓦适配器输出功率的标识。适配器的插口在这里，跟我们前面测试的那一款绿联还是一样的啊，不知道内部的配置是不是一样的，后续我们拆开看了就知道了。排插这边还有一个开关，新国标的插头，灵活线这里有包胶处理，插头表面也是一种软性的塑料包裹，线材上面有绿联生产的标识，3C 认证的标识，3乘1平方的标识。排插的宽度为93毫米，排插最厚的地方34毫米，最薄的地方是23毫米。整个排插的长度大约为188毫米，整个排插的重量为396克。这个尺寸完全满足多用化家用场景的使用，多设备一起充电也不会觉得特别乱，一个排插可以搞定我所有的设备的充电需求。这就是这个排插外观的一个简单介绍。这里有2个固定的卡扣，有那种自贡螺丝的话，我们可以上在墙上面，可以把它挂在墙上面用啊。然后这上面写的是规格信息 ，T6 延长线插座，型号是 T620， 技术参数是2500瓦，10安250伏，中国制造。USB 适配器输入200至240伏的电压 ，Type-C 口输出功率最高20瓦。A1、A2、A3 输出总功率最高是15瓦，它的总功率是20瓦啊，大家记住啊。制造商深圳绿联科技，这里又写了一个，尽量不要盘线使用啊，室内使用，非热带地区使用，3C 认证，循环10年。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4个充电口的协议，我们都测试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Type-C 1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高通 QC 3.0 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华为 SCP 的20瓦功率，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 ，PD 3.0 20瓦，固定档位3个，最高12伏 1.67 安，然后 DCP Apple 2.4 2个基础功率。这3个 A 口的协议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DCP Apple 2.4 都是这个基础协议。那么这3个充电口的话，用来保养手机的电池，用于晚上慢慢的充电，还是很不错的啊。我们现在做第一项测试，现在我室内的环境是30度左右，还是有点热啊。就这个环境下，我们进行20瓦的功率拉载，看看这个氮化镓适配器它表面发热的情况。大家看一下，我就是拉的苹果的9伏 2.22 安，也就是20瓦的一个功率档位，长时间的进行负载，每隔20分钟我会监测一下它的表面温度。现在20瓦的功率已经运行了大概50多分钟。我第一次用热像仪采集到它表面的温度是20分钟的时候，温度为 47.6 摄氏度。第二次为40分钟的时候，测到它表面的温度为 58.3 度。后面我在50多分钟的时候又测试了一下，还是58度左右。大家记住我测试的环境温度啊，30度左右，接近于夏天没有开空调的室内温度。有氮化镓的加持，这个温度表现还算是可以的。这个 T6 的插板，它的适配器是20瓦的功率。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国产安卓手机的兼容性。首先我们从华为手机开始啊，可以启动超级快充9伏的档位，真实功率大概可以跑到15瓦左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米的设备，显示快速充电9伏的快充档位，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15瓦左右啊，符合20瓦充电的一个水平。这一部手机为绿厂的一部手机，真实功率大约可以跑到16瓦左右啊。这部手机为蓝厂的一台设备，真实功率大概在12瓦左右，也是9伏的一个快充档位啊。这一部手机为三星的 Note 10加，显示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大约也是15瓦左右。大家要记住这一个排插，需要快速充电的话，只用这一个 Type-C 口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切换成多口使用，它都是5伏的基础功率。文波表现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和文波表现的情况，就知道这个充电器直流输出的水平。6个大块头的快充充电器，普通的插板肯定是插不上去的。这个绿联的 T6 就可以做到，轻轻松松的应付6个大块头。有可能我遇到这些插头的几率比你们遇到的要多一些。老版的国标插头，12伏的适配器，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的大。然后这个也是路由器的适配器，这个也是。然后这是 DIY 的一种三角插头，这个个头比这种个头还要大。还有这个是苹果的140瓦充电器，这是块头最大的充电器了啊。这些插头如果遇到我们传统的这些排插的话，这个肯定是插不进去的啊。横向的我先插这里，再来一个这个，然后再来一个苹果的充电器。没办法插了，已经互相打架了，对不对？然后我想把这个再插上去，根本就没办法插上去了，这就是传统的排插。再来看看绿联的 T6 排插怎么应付这6个插头。首先横向的插上去，最大的我们放这里，这一个直接插进去不会打架，然后再插一个苹果的适配器，再插一个路由器的插头，然后再插一个加大版的3孔插脚。平时的日常应用是不是完全足够了？这一个6孔比一个传统的8孔还起作用，这就是绿联新设计的 T 型排插的好处。而传统的排插为什么会打架？这2个位置仅21毫米，中心距离仅仅40毫米，这2个孔位仅仅16毫米，这个不打架才怪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绿联的 T6 的 T 型排插。2个无孔之间距离是24毫米，中心距离达到了45毫米，比刚才那个多了5毫米啊！而且这2个无孔的之间距离是31毫米，这就是非常有优势的了。再加上这个排插15度倾角的设计，让2个大号的电器插头根本就不可能打起架来，使用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了。还有就是这一个产品，它设计的功率是2500瓦，对于我们日常应用，这个功率完完全全是足够的。一般的电器，这6个加起来也超不过1000瓦的功率，这个2500瓦的设定还是可以的。即使你超过了，它也会有过载保护、自动断电功能，让大家用起来放心。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绿联 T6 自带的这一个电源适配器，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这个排插自带的适配器仅支持200至240伏的电压，我们就只测220伏的交流输入，220伏50赫兹的状态。我打开开关，瞬间它的浪涌功耗是 1.7 瓦，然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它的综合待机功耗0瓦啊，非常稳定，一直都是0，也就是没有待机功耗啊。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 18.6 瓦，这边直流输出15瓦，折算转换效率 81%。9伏 2.22 安20瓦的功率，220伏输出 23.5 瓦，这边直流输出 20.2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12伏 1.67 安也是20瓦的功率，220伏输出 23.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0.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来测试这一个 T6 排插的电源适配器输出文波的情况。好多人说这个200毫伏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我在这里统一的把这个疑问给大家回复一下啊！我现在把这个国标文件的贴图给大家贴上来，大家看一下 ，GBT 32638-2016中国国家标准文件里面详细的规定了，电源适配器输出文波不能超过200毫伏。超过了就是超标了啊！这个标准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各大博主说的，这个是有国家文件规定的。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 Type-C 口它的文波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33.5 毫伏，平均文波 129.4 毫伏左右。9伏 2.22 安2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39.3 毫伏，平均文波 135.5 毫伏左右。12伏 1.67 安也是2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3.1 毫伏，平均文波 117.5 毫伏左右。我们再来看 A 口文波输出的情况。
首先是 A1 口五氟三胺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7.8 毫伏，平均文波 123.8 毫伏左右。现在是 A2 口的文波，也是15瓦的功率，最高的时候 128.5 毫伏，平均文波 123.3 毫伏左右。现在是 A3 口的文波，也是15瓦功率啊，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27.98， 也就是128毫伏，平均文波 122.6 毫伏左右。这个文波的波形还是很稳的，没有大幅的摆动。这款绿联 T6 多功能排插带20瓦充电适配器版本，我们全部都测试完了。从快充功能来看，实测都能顺利触发20瓦的快充9伏档位，兼容性表现不错。再看它的电气性能，实测平均转换效率达到了 84.7%， 整体属于较为优秀的一个水准，尤其是在这种集成适配器类的排插中，这个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输出文波120毫伏左右，符合国标限值，用起来也安心。基础排插功能没有含糊，6个 AC 插孔插入6个大体积的快充头，都不会相互打架，非常适合桌面设备密集的用户使用。另外，这个排插的过载保护、一键总开关，还有壳体肯定是主人材质，这些细节都安排的明了，体现了绿联一贯实用派的设计风格。不过仅凭外观和测试数据还远远不够，这款产品内部到底有没有偷工减料，咱们后续会通过完整的拆解，给你一个一目了然的答案。如果你也对这类排插充电产品的内部工艺和电路设计感兴趣，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后续拆解更精彩。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